中国运20如何实现量产，有何重要意义？对中国实现战略空军有怎样影响？涡扇20发动机有怎样的特性？为运20将带来怎样的改变？对中国有怎样的影响？我们都知道，作为大国崛起的象征，被我们所熟知的有航母、导弹和先进战机，但是可能往往会忽略另一大国崛起的象征，那就是有强大的运输机。要成为真正参与全球治理并受到敬畏的大国，必须要有快速部署军事力量与进行人道救援任务的能力。因此，这时候大型运输机就在其中凸显出了其独特的魅力。各国就都开始了对大型运输机的研制，以此来增强自己强大的运输能力，其中就包括中国。我们都知道，中国的大型运输机运20就有着极其强大的运载能力，这也凸显出了中国强大的运输能力。这也成为了中国大国形象起飞的最重要装备，其作用甚至还超过了中国的歼20，具有极其重要的军事战略意义。这不，此前就有消息称，中国一次性就派遣6架运20运输机为塞尔维亚运输武器装备，这也是中国运20为数不多的大规模运输任务。消息还指出，中国运20自从2016年正式服役，其首次执行比较大规模的运输任务是在2020年初的新冠疫情期间，作为运送医疗物资之用，而且就是从那时起，运20就一直在扩大业务范围，其中就包括飞往欧洲，但是却没有像这次行动规模这样庞大。此外，有分析人士就指出，中国此次选择多达6架运20大型运输机去欧洲执行任务，是对自身强大空中运输能力的展示。此前，北约正在努力向乌克兰尽力运送补给品和物资，中国借着运20前往欧洲执行任务，也是对此进行强势回应。这也是运20服役以来至今在海外执行的最大任务，展示了中国强大的战略运输能力，也将对欧洲国家形成巨大威慑作用。不仅如此，分析人士也指出，长期以来中国一直缺乏快速远端投送能力，这也一直是中国的弱项。但是现如今，中国已经完全克服了这一问题，而且已经完全具备了长途战略运输能力，这也将加快中国在运输机上的飞速发展。对于中国运20能够取得如此大的成功，最主要的就是中国在国产发动机上取得了巨大突破，这就是中国自主研发的国产涡扇20发动机。而且此前有消息称，中国运20已经实现了国产发动机的换发，这就在很大程度上加快了运20的发展，也使其的性能上了一个新的台阶。这对于中国运20的量产也有着极其重要的军事战略意义。那么运20的换装经历了怎样的过程？接下来我们一起来看看。我们都知道，运20运输机代号鲲鹏，是由中国西安飞机工业集团研发的重型军用运输机，为目前中国新一代多用途大型运输机。该机于2013年1月首飞，2016年6月首批交付中国空军。其最大起飞重量为220吨，可在复杂气象条件下执行各种物资和人员的长距离航空运输任务。其最大载重能力66吨，可以运载主战坦克等重型装备。最大飞行距离也能够增至7800公里，具有强大的空中运输能力。然而，在中国运20研制之初，中国还是遇到了较大的问题，这主要是由于当时中国没有可用的国产发动机，因此这就使中国十分苦恼。对此，中国就不断地做多手准备，决定先使用已经成熟的俄制 D30KP2，然后再加快对涡扇20的研制，因此就做了2手准备，以便来应对运20的量产。虽然中国为此做了多手准备，但是2017年的时候，运20的产量只有8架左右，直到2018年底才突破10架年产量。随后到了2019年年底，运20的产量才突破了20架。这样的产量相较于2018年算是翻了一番，也算取得了不错的成绩。究其原因，可能就是中国在涡扇20发动机上取得了巨大进展，且有的技术也已经相当成熟，因此才会在很大程度上加快促进运20的量产。这对于中国战略空军的发展也是非常重要的信号，因为运20作为中国最重要的战略武器之一，其要实现大规模量产，其中最关键的就在于航空发动机的问题上。只要中国解决了这一问题，那么运20实现大规模量产将不再是问题。所以中国才会如此重视对国产涡扇20发动机的研制，并且在其研制速度上也不断加快，以此可以早日完成对运20的换装，使运20可以发挥更大的作用，加快实现中国战略空军的目标。
此后，随着中国成功研制出涡扇20发动机，这就是中国完全在发动机上突破了在发动机上被西方国家卡脖子的困境。这对于中国实现运20的量产也有着极其重要的作用。据悉，涡扇20发动机是一款推力范围为13000至16000千克力的大涵道比涡扇发动机。这款发动机就是中国以涡扇10太行发动机为基础自行研制的涡扇20大涵道比涡扇发动机。涡扇20发动机主要用于运20大型运输机，并且在未来其还可作为大型客机、新型双发中型运输机、第2代远程反潜巡逻机的主要动力。此外，涡扇20发动机作为国产新一代大涵道比发动机，相比俄制 D20KP2 涡扇发动机，单台最大推力为15吨，耗油量为 0.57， 这就使运20在2020年可以换装涡扇20发送，并且换发后的运 20B 运输机在最大载荷66吨的情况下，最大航程可以提升 20%， 超过5000公里，这就完全超越了1276，并且与美国 C17 环球霸王3相接近，这也是涡扇20发动机所具有的巨大优势。随着运20成功实现换发，所带来的好处还体现在强大的战略投送能力上。由于换装涡扇20发动机，这将使运20的载重航程相比原来提升 15% 到 20% 之间，从而可以达到最大载重66吨的目标。这样的重量就能够将全重58吨的国产 99A 式主战坦克完全可以单机携带，并且可以将其投送到5000公里以外，这也将使中国军队飞得更高更远。此外，随着涡扇20发动机实现量产，可以加快将运20改装成为空中加油机以及重型装备运输机，因为这将是未来战略空军的标配，也将极大促进中国加快步入战略空军的步伐，因此其实现量产的意义可能比中国歼20还要重大。对此，有分析人士指出，在中国运20实现量产后，将来可以有更多的由运20改装成的系列战机，包括空中加油机、大型预警指挥机以及其他特种用途平台，这也将进一步加快中国实现战略空军的目标。有消息称，中国涡扇20也将要实现量产，因此随着涡扇20大涵道比发动机量产，有专业人士分析，由于中国空军对运20的需求量很大，并且从美俄现役200到300架大型运输机的装备数量来看，估计中国运20的数量肯定会超过200架，接近300架。如果加上运20加油机、预警机以及其他特种机的话，未来中国运20大型运输机的总产量有望达到400架。因此，随着中国解决了国产发动机的问题，这就在很大程度上加快促进实现了运20的量产。而且现如今的200架只是起步，对于中国运20的发展还将跨上一个新的发展阶段。